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国最神秘的帝王陵墓秦始皇陵。自古以来，盗墓之风盛行，所谓十墓九空，许多帝王将相的陵墓都难逃贼手。然而矗立2000多年的秦始皇陵至今却完好无损，仿佛有股无形力量在守护。中国历史上出了400多位皇帝，陵墓规模各异，但像秦始皇陵这样巨大而久远的陵寝居然从未被盗，实在令人匪夷所思。这座陵墓深埋于骊山脚下，里头据传藏着无数奇珍异宝。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盗墓者在2000多年里对它束手无策？难道真有诅咒与机关在暗中保护，还是因为科技的发现揭示了它与众不同的秘密？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寻秦始皇陵1000年未被盗掘的真正原因。要了解秦始皇陵为何能历经1000年不失，我们得先从它的建造谈起。秦始皇即位后便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。史记记载，从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7年动工，到秦22年公元前208年完工，前后将近38年，70余万劳力，日夜不辍，大半个帝国的资源堆砌其中。想象一下，2000多年前，嬴政调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和数十万囚徒，挖空整座骊山，在地下打造一座庞大的地下帝国。秦始皇不仅要让陵墓富丽堂皇，更处心积虑地设计各种防盗机关，务求让自己的安眠之地固若金汤，永不被侵扰。当时的工匠们在地底挖出了3层地下水，所谓穿3泉，随即浇筑铜枝，铸成坚固的棺椁外壳，把墓室封得像铜墙铁壁一般。陵墓内部结构更是精巧绝伦，上具天文，下具地理穹顶，镶满夜明珠，绘成日月星辰，地面塑造山川大地模型，蜿蜒的江河湖海竟由水银所制成。秦始皇仿佛将整个天下缩影随葬于此。可别以为这仅仅是奢华的排场，这些水银河川实则肩负着可怕的任务，防腐防盗。水银剧毒无比，一旦有人闯入墓室扰动河川，蒸腾的汞气足以令入侵者中毒身亡。此外，始皇帝还下令工匠打造了一套自动发射的机关弩箭，墓道之中暗藏无数强力弓弩，拉满弦搭上箭，只要有人触发机关，便会万箭齐发，让盗墓贼有来无回。可以想见，整座陵墓在设计之初就是一座杀机四伏的地下堡垒。更狠的是，为了保守陵墓的秘密，秦始皇还在临终前执行了一项近乎残忍的措施：秘而不宣，永绝后患。据说陵墓完工下葬时，陪葬的嫔妃、制作机关的工匠全都被活活封在墓中，永远长眠于黑暗之内。这些人带着陵墓布局的秘密一起沉睡，再也无法将机关的细节透露给外界。换句话说，秦始皇将知情者永远灭口，斩断了一切可能泄密的线索。从此，陵墓的入口、陷阱位置等再无人知晓。在地上，他还留下重兵看守陵园；在地下，他布下天罗地网。可以说，秦始皇为防盗苦心孤诣，从结构、机关到人为措施，他将可能的破绽一一封死。后世盗墓贼想打这座墓的主意，面对的可不是一般的坟墓，而是一座由千古一帝亲手打造的终极密室。尽管秦始皇生前布下重重防线，但他的死讯还是让不少人眼红于陵中的宝藏。秦朝灭亡后不久，就传出了西楚霸王项羽盗掘秦陵的传说。据史载，公元前206年，项羽率军攻入咸阳，大肆劫掠秦氏财物。他曾一度驻军骊山，对秦始皇陵虎视眈眈。有人劝他，始皇当年劳民伤财修墓，以致亡国灭族，何苦再重蹈其覆辙？但项羽自恃武力盖世，焚毁阿房宫后，还是把矛头指向了这座巨大的地下宝库。关于项羽盗墓，历史记载虽不详细，民间却有许多传闻，听起来宛如一部惊心动魄的冒险电影。传说项羽派大将英布率领数十万大军在秦陵封土上日夜挖掘，挖了整整1个多月，硬是在封土堆上挖出2条深沟，人称霸王沟。据水经注等记载，他动用了30万士兵往外搬运珍宝，30日运物不能穷，整整搬了30天都搬不完，可见墓藏之丰富。然而
也有传说描述了盗墓过程的诡谲可怖。当秦陵的墓道被打开时，早已潜伏多年的机关忽然启动，乱箭如雨射出，许多挖掘的士兵措手不及，被射倒在地。紧接着，墓道深处冲出无数黑翅怪鸟，扑击士兵的脸庞、双眼，更有神秘巨兽嘶吼奔出，在黑暗中撕咬闯入者。一时间，项羽军阵脚大乱。英布本人见状大惊，不敢再深入，只好向项羽报告。项羽半信半疑，决意亲自带人下墓探查。没想到刚进墓室不久，又触发了第二波箭雨，嗖嗖飞矢擦身而过，把这位霸王也惊出一身冷汗。他定神一看，墓室里竟然竖立着一幅关中要塞函谷关的立体沙盘，好像秦始皇的英魂在向入侵者示警。项羽终于心生畏惧，只得下令退出。临走时恼羞成怒，放火焚烧了秦陵的地宫。听起来实在玄乎，机关乱箭、飞鸟怪兽、模型要塞，秦始皇陵仿佛用幻术般击退了项羽。但这些传说有多少是真实，又有多少是后人添油加醋的故事呢？考古发现提供了一些线索，在秦陵区域内，至少3座陪葬俑坑出现了大范围的燃烧痕迹，时间恰恰吻合秦末战乱期，大量陶俑肢体残碎，有的还明显经过砸毁。这证明秦陵陵园的地面建筑和俑坑确实经历过一场大火与破坏，极可能就是项羽军队所为。项羽烧毁了陵墓外部的宫殿、角楼等建筑，并杀光了当时守陵的秦军和义夫，对秦陵造成了严重破坏。但关键在于，他们似乎并未真正进入主墓室。考古学家在封土内勘测时发现，秦陵墓室的构造依然完整，没有遭受过大规模的人为侵入。项羽尽管气势汹汹地掘了半天坑，但最终可能因机关和种种变故而无功而返，只搜刮了地表能见到的财物，便匆匆离去。另一种说法则是项羽在挖掘过程中被人劝止，觉得继续下去意义不大，于是收兵撤退，只留下2条未及到底的深沟。无论真相如何，秦始皇陵的核心地宫并没有被项羽彻底打开，而项羽这场劳师动众的霸王盗墓反而产生了一个效果。后世的人大概以为陵中宝物已被项羽拿光，或是见识到墓中机关的厉害，心生畏惧，因而很长一段时间里再也没有人敢打秦陵的主意。秦始皇陵逃过了项羽这劫，此后的漫长岁月里，为什么盗墓贼依然对他敬而远之？首先，秦始皇陵实在太出名，规模太庞大了，历朝历代都清楚，骊山下埋葬着始皇帝，谁要敢挖动它，无异于公然挑战当朝政权的威信。尤其是在统治稳定的年代，官府绝不允许有人亵渎始皇陵那样的重要帝陵。另外，中国传统观念讲究风水气运，认为动了前朝帝王的大墓恐招来恶报，不是寻常贼人能随便碰的。这种心理威慑也替秦陵添加了一道无形的护罩。再者，从实际操作角度看，盗掘秦陵的难度堪称天下第一。对比其他帝王陵，大多规模有限，盗墓贼几人或者10几人结伙就能偷偷挖开，而秦始皇陵封土堆高约70多米，底边长约350米，相当于一座小山丘，要从地面一直挖到地宫，大概要掘穿数十米深的坚硬土层。秦人修陵时还可能采用了分层夯土，夹杂粘土和碳层的技术，把整个封土夯实的异常密实，就像用钢筋混凝土浇筑一般。后世考古队在封土上打过4万多个钻探小孔，发现封土内部结构均匀，密度极高。这意味着想偷偷挖条地道下去并非易事。盗墓者人手有限，又不能明火执仗地带，大批人挖掘，不然早被人发现抓起来了。他们若试图偷偷摸摸夜挖几天，只怕刚挖个几米深就举步维艰，更别说深入数十米抵达墓室。曾有盗墓贼试图从封土侧面掏洞，结果考古学家只发现了区区2条浅浅的盗洞，深度远不及地宫所在，就半途而废了。或许那些盗墓者挖着挖着，便发现脚下这座大墓如铁板一块，根本不是人力可钻透的，最后只能悻悻收手。秦陵的坚固构造与庞大体量，实在让普通盗墓贼无从下手。除了外部难以挖掘，内部的隐患与未知更令盗墓者却步。我们前面提到的水银和机关弩，就像2个狰狞的守墓神，一个看不见，一个摸不着，
专等不速之客自投罗网。水银这东西，古人并非完全陌生，方士炼丹常用它，但恐怕没有人真在墓里灌满过如此大规模的液态水银。假如真有贼人侥幸挖通一条小洞，第一口吸进鼻中的很可能就是刺鼻的汞蒸气。汞中毒会带来头晕、呕吐、四肢瘫软，严重时七窍流血而亡。在2000年前，谁能想到盗墓还会被毒气放倒？这简直像是墓主人布下的无形诅咒。机关弩就更不用说了，秦军的强弩本就威力巨大，可射穿数层甲胄。秦陵中的机弩更是经过特殊改造，连环布射，一旦启动可连发齐射。虽然岁月流逝可能让机廓生锈、牛筋朽烂，但在秦朝灭亡后几十年、100-200年的时间里，这些机关极可能仍然有效。如果汉朝有人动过歪念，闯进去后很可能就成了地宫里的亡魂，后来的人连他们怎么消失的都不得而知。事实上，历史上从未听闻有谁盗出过秦陵的宝物，市面上也没有流传疑似秦始皇陪葬品的珍奇。这从侧面印证，要么秦陵根本没被打开过，要么进去的人没能活着带出什么东西。秦始皇陵1000年来未被盗掘，这固然得益于古人天衣无缝的防护，但也留下了巨大的谜团。地宫里究竟是何模样？那些传说中的机关是否仍然存在？出于对未知的敬畏，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奉行不主动发掘帝陵的原则，对秦陵采取保护为主、研究为辅的态度。然而，好奇心与科研精神并未停步。上世纪80年代起，我国将秦陵的考古探测列为重点科研项目之一，被俗称为863计划秦陵工程。因为在1986年国家高科技计划支持下，科学家们开始运用各种非破坏性高科技手段来一探秦陵虚实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96年中德两国联合开展的一次大型考古勘探。中德专家携手动用了当时极为先进的地球物理探测技术，包括高灵敏度的磁力探测、地层雷达扫描，甚至核磁共振成像技术，对秦陵的地下结构进行透视。这次跨国科技探陵得到的成果让全世界为之一振，许多古籍中的传说居然被科学数据所证实。首先，探测显示秦陵地宫的主体墙体厚达4米，完好如初，没有任何被盗洞穿的迹象。换言之，2000多年来封闭在厚厚宫墙内的棺椁与珍宝依然安睡，如同时光胶囊一般未受干扰。这个结论彻底粉碎了过去许多人对秦陵早被盗空的猜测。原来始皇帝的防盗措施确实奏效，他的地下皇宫守住了。更惊人的是，水银的传说也得到了科学印证。探测队在陵墓区域进行了多点土壤成分分析，结果显示封土堆中心区域的汞含量远远高出自然背景值。在封土取样的50多个点位中，有一处土壤汞浓度高达每公斤土壤含汞1400多微克，而周边对照区域只有几十微克上下而已。如此外显的高汞异常区，几乎可以确定是地下大量水银长期挥发渗透造成的。而且从封土顶部一直到地下，各深度的土壤汞含量呈现出自上而下递增的趋势，说明汞的来源在深处的地宫，而非地表。这项发现使得司马迁《史记》中关于以水银为江河大海的记载不再是神话。秦始皇的陵寝里确确实实储存着巨量水银，虽然我们无法直接测算到底有多少，但想必已经以河川湖海的形式流淌在墓室四周。水银如同一条条银色毒龙，盘踞在皇陵深处，继续执行它守护主人的使命。除了证实未被盗和水银之外，高科技探测勾勒出了地宫的大致轮廓。根据探测资料，秦陵的地下宫殿呈现一种中间深、四周浅的漏斗形结构，四周有阶梯状的台阶层层向下，仿佛9层高塔逐级而下，直达中央主墓室。整个地宫规模庞大，仅主墓室空间就相当于一座宽广的大堂，东西长约80米，南北宽约50米，高约15米，大约是一座5层楼高建筑的体积。如果按地宫外围宫墙算，范围更是达到东西150米，南北125米，将近2万平方米，相当于5个足球场并排的面积。想象一下，
地下埋藏着如此浩大的宫殿，而2000年来我们仅仅站在上方，却未能一窥真容，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壮举！探测还发现，地宫内部有环形回廊和多条甬道，结构复杂且严谨，仿佛一座地下迷宫。这些信息进一步印证，以古代盗墓贼的技术装备，想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摸进这样的迷宫，无异于自投罗网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确认主体地宫暂时不能开启的情况下，考古学家选择了对陵园内部分陪葬坑进行发掘，以窥探秦陵隐秘的一角。一处名为 K9801 的大型陪葬坑浮出水面，它位于陵园外城范围内，距离封土堆约200米，面积达13000平方米，是目前已知秦陵最大的陪葬坑。当考古人员打开它时，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座地下军械库，成千上万片石质的铠甲、甲片和盾牌，头盔整齐堆叠，数量之庞大令人瞠目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石甲坑，里头存放的石甲片经推算至少可组装数百副坚固的石质铠甲。工匠把青石打磨钻孔，用扁铜丝串联每一片甲叶，制作出精美而实用的铠甲。据估计，要制成一副包含600片甲叶的石铠，需要工匠耗时近1年。由此可见秦始皇陵的工程量和投入之大。石甲坑的发现也侧面说明，秦陵的地宫里确实充斥着武备和奇珍，连士兵俑都身披盔甲，守卫在侧。更何况真正的主墓室中，那些陪葬的奇器珍宝肯定数量惊人。《汉书》记载秦始皇的棺椁，冶铜铺内，漆涂外，披以珠玉，饰以翡翠，说明光棺椁就用铜浇铸，并镶满珠玉，其华丽难以想象。如今种种迹象表明，这一切极可能原封不动地藏在地下，等待后世去解密。既然科学证明了秦陵藏有大量水银，人们不禁要问，2000多年前秦始皇是如何搜罗这么多水银的？原来中国古人对水银的认识和利用由来已久，水银即汞，常以硫化汞形式存在。早在春秋时代，人们就懂得从朱砂中炼汞，把朱砂粉末加热，高温下硫化汞会分解出汞蒸气，再将蒸汽冷凝，就能收集到液态水银。战国时期，巴蜀地区出现了一位传奇的女实业家，被称为八寡妇卿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八寡妇卿凭借炼制水银致富，后来她将家产献给秦始皇，并承包为皇帝冶炼水银的任务，因而受到赏识。由此推测，秦始皇陵中的水银相当一部分应该来自巴蜀之地。八寡妇卿的工坊源源不断地把朱砂冶炼成汞，经水路陆路运往关中，最终倾注到骊山脚下的地宫中。当然，陵墓所需水银量如此庞大，光靠一人一家之力未必足够，秦帝国可能动用了多个产汞区的资源才能满足需求。有人粗略估算，若陵中真如10载布满江河湖海般的水银，分量或许以数十吨计，这几乎相当于现代中国1年的水银产量，十分惊人。虽然学界对确切数字仍有争议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秦始皇倾举国之力收集炼制水银，就是要为自己营造一个长生不朽的世界。水银在古代有2大作用，一是防腐，二是防盗。水银具有抑菌、防止尸体腐烂的作用。秦始皇可能希望以水银护体，让自己的遗体千秋不坏，实现某种程度的不朽。同时，正如前文所说，水银也是阴毒的陷阱。漆黑密闭的地宫中，如果谁打开封层扰乱水银之海，滚滚汞气便会悄无声息地散发开来。盗墓者也许还未看清宝物，便已头晕目眩，步履蹒跚，最终倒闭在地宫深处。秦始皇生前苦求长生不老药，以致服食含汞丹药中毒身亡的说法广为流传，而在死后，他竟反其道而行，用大豪制的水银机关使他坟墓中的一切长久保存，并让妄图打扰的人付出生命代价，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的巧合。综合以上种种因素，我们终于明白了秦始皇陵千年不到之谜，有天时，亦有人谋。一方面，始皇帝预见性地打造了史上最复杂严密的陵墓防御系统，从工程上杜绝了轻易被盗的可能。另一方面，历史际遇也使这座陵墓逃过了一次次浩劫，要么敌人半途而废，要么后人有所忌惮，
导致它奇迹般未遭洗劫。当今我们站在风土之上，脚下埋藏的是可能整个东方文明最伟大的地下宝藏，万千陪葬俑列阵护卫，珍奇异宝堆积如山。秦始皇生前所有荣耀与野心都封存在那黑暗的宫殿里。可以说，秦陵是一部无字天书，也是人类历史留给现在与未来的一笔无价遗产。然而，正因为秦陵保存如此完好，摆在我们面前的反而是两难的抉择：要不要打开它？怎样去打开它？上世纪60年代末，我国发掘了明代万历皇帝的定陵，虽然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，但由于当时技术条件有限，不少丝织品、木漆器一出土就迅速氧化腐朽，绚丽的服饰变成飞灰，甚至万历皇帝的遗骸也因保护不当而毁损。这场考古的遗憾教训深刻，史称定陵之痛。也因此，一份红头文件下达，要求原则上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墓，以免重蹈覆辙。秦始皇陵作为中国第一帝的墓葬，更被视为重中之重。专家们深知，地宫内可能有大量珍贵的壁画、文献、丝绸、木制品以及始皇帝的遗体。如果现在贸然开启，空气、光线和微生物的侵入，极可能让这些文物顷刻间灰飞烟灭。我们从兵马俑坑就得到教训，那些陶俑原本缤纷彩绘，但一出土，颜料遇空气不到几分钟就齐卷脱落，最终变成灰白色。试想，地宫中若有秦始皇的容貌画像或丝织龙袍，在今日技术下能否保全？答案恐怕不容乐观。此外，地宫中的高浓度水银也是一大隐患。哪怕现代人具备防毒面具和专业设备，一旦打开地宫，内部挥发的汞气还是可能对考古人员乃至周围环境造成威胁。如何在发掘同时控制汞污染，保护工人健康，都是尚未解决的课题。为了谨慎起见，科学家们正在研发各种非接触式的探测方法。除了前述的地质雷达、雾化探手段，近年还有人提出利用宇宙射线的秘密武器秒子射线透视。简单说，就是利用高能粒子穿透土层时的衰减情况来成像隐藏的结构。有研究团队已经在秦陵封土进行了模拟实验，初步证明可行。如果成功，也许不必发掘，就能拿到地宫3维影像，看看墓室格局和有无空间隔间，为将来保护性开启提供依据。现阶段，中国官方对于开棺发掘秦始皇陵仍持极为慎重的态度。我们这一代人或许无缘亲眼目睹地宫重现天日的壮观场景。有人戏言，秦始皇的防盗设计实在成功，连现代人都被他拦住了。这话不无道理，1000年之前他设下的陷阱和难题，至今仍让我们无法轻举妄动。秦始皇或许没能长生不老，但他的地下宫殿却得享了超乎寻常的长寿，至今完璧无瑕，与世隔绝。综上所述，秦始皇陵1000年未被盗掘的真正原因，可以说是历史与人力共同织就的奇迹。一方面，始皇帝以超前的防盗意识和强大的国力，建造了古今中外最坚不可摧的陵寝。地宫深埋地下，机关重重，奇毒环伺，几乎杜绝了一切盗窃可能。另一方面，历代统治者的禁令、盗墓贼的畏惧、技术条件的限制，又让这座陵墓逃过历史洪流中无数劫难，得以一路保存至今。当然，我们也要承认幸运女神的眷顾，假如秦二世时就有内奸泄露了陵墓入口，或是后世某个乱世权臣动用军队明挖，也许结局就不同了。但历史没有如果，事实上秦始皇陵做到了万古长存，秘不示人。站在今天的视角，我们庆幸这座瑰宝依然完好，同时也对它心存敬畏。秦始皇陵不仅仅是一座帝王墓葬，更是一座跨越时空的文化载体。它承载着秦帝国的荣光与野心，蕴藏着无数尚未解码的资讯，可能会改写我们对秦朝乃至中国古代文明的认知。它就如同沉睡的巨龙，静静蹑伏在骊山下，等待着人类文明发展到足够成熟的那一天，再揭开它神秘的面纱。也许几十年后，也许几百年后，我们的后代终于能以最高的科技、水准和尊重，安全地打开秦陵的大门。一旦那一天到来，秦始皇陵将如时空胶囊般倾诉出尘封千年的故事，让今人真正一窥2000年前那场盛极而衰的帝国梦。
有人问，如果让秦始皇陵再沉睡1万年，它又会变成什么模样？谁也无法确切回答。也许地宫会因自然变化终有坍塌、渗水，珍宝渐渐朽坏，最终和黄土融为一体。也许它会一直稳固地存在，直到1万年后的未来人类或其他智慧生命发现，带着惊奇打开这扇通往远古的门。不论如何，秦始皇陵的不朽传奇将长久流传。它提醒着我们，人类对永生和财富的追求可以凝结成永恒的奇迹，同时也昭示着无论权势多大，如秦始皇般的人物终将随岁月长眠，但他留下的遗迹可以超越时空，与后世对话千年。秦始皇陵，这座融合了帝王野心、古人工艺和神秘传说的地下宝库，至今静卧在地底守候着，千百年来无人得见其真容，却又令无数人魂牵梦萦。当我们回顾它从建成到如今的历程，不禁感叹，防盗的巅峰莫过于此。秦始皇用他的远见、残酷和魄力，打造出史上最坚固的陵墓，让后世盗墓者望而却步。千年守护，万古长存，这正是秦始皇陵给我们呈现的震撼与智慧。在未来的岁月里，这座不朽陵寝终将揭开它最后的秘密，而那一天到来之时，人类将以最大的敬意与惊叹走进这位千古一帝的地下王国，亲眼见证历史长河中最伟大的财富与奥秘。让我们拭目以待，也祝愿这座沉睡的帝国明珠能被永续的守护与研究，为世人揭示更多文明的璀璨。秦始皇陵的传奇将继续书写下去。